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去哪？秀萍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阿公又不见了？不是阿公，是妈妈，你快点救救妈妈吧！妈妈怎么了？爸爸自杀死了，阿公神经病了，没有人关心妈妈。不要哭，没事的啊。妈妈生病了，她又不肯去看医生，她说她快要死了。希望你可以救我妈妈，觉得我以后不讲也不许了，我求求我不要妈妈死了，求求你救救妈妈吧。没事，不要哭。妈妈，秀明，你怎么又去麻烦人家了呢？你不要管他，你不肯去看医生，他很担心你啊，希望我能说服你。不是我不去，而是家里的情况。你先生去世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这2年，我们一家人都等他回来，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能撑到什么时候。那你就更应该养好你的身体啊！如果你也累垮了，谁来照顾他们呢？所以你得去动手术啊！不行，那钱我留给秀明动手术的。你放心好了，唐医生跟我说过，秀明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反而是你。我现在只想秀明的病好起来，他从小就受苦，我不想他再受折磨了。现在的情况不是我要去动手术就能动手术的。妈妈，你不用担心家里了，你可以安心的去动手术了。我会听你的话，乖乖的做家务，还有帮你照顾阿公。妈知道你乖。静豪，别走那么快，你有病在身啊！你可以不要烦我吗？我只是想关心你啊。那你可以不要关心我吗？当然不行。志豪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黄品德，你干什么？阿妈说过，不可以让这个混蛋接近你的。让开啦！不行啊，要是让阿妈知道的话，她会很生气的。你再不让开，我会生气啊！好，我让开就是了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啊！
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想找你帮个忙。我看过秀明的病历，我可以帮他向儿童医疗基金申请援助，资助部分的手术费。那大概要多久啊？传授申请表格，安排面试，大概要2个星期左右吧。那谢谢你了。妈，我不想动手术。你又不听话了。上次你不肯去医院，已经拖了不少时间了，不能再拖了。嗯。现在秀明的医药费总算解决了，你自己呢？我听医刀说你需要尽快接受治疗，而且你的情况比秀明来的紧急，你是不是考虑要先动手术呢？如果动了手术，还得接受半年的化疗，到时候我不能工作，甚至不能照顾这个家。妈，你是不是肚子又痛了？我去拿药。你怎样了？没事，吃药就没事了。月妹，你没事吧？他这样一直痛，不寻常啊！快点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你怎么样了？啊？你没事吧？妈妈，月萍，妈妈，你醒醒啊！妈妈，不要吓我啊，妈妈！病人患有第2期子宫颈癌，因为下腹剧痛，在20分钟前突然进入休克状态。你是医生吗？是的，我是医生。病人心率加快，脉搏回落，并出现呼吸急速。他血压多少？ BP 50、90，脉搏每分钟120。我怀疑病人经常出血，帮我准备好冰来，准备注射。你需要哪种注射液？注射500 cc 毫锰，维持半小时，快点。 OK。我妈妈会没事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准备手套。我要为他做直肠肛门检查。好的。的确是直肠出血，立刻通知医院。病人到了医院，必须要紧急输血。病人血型是 A 型。我们建议你还是尽快签字，进行肿瘤切割手术，不能再拖了。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，我看你开重一点止痛药给我就好了。药物只是暂时性的，肿瘤一天没有被切除，就可能因为引起并发症，到时候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。我被妈妈有事，我被妈妈有事，妈。你就不要固执了，家里事我们会帮你处理。王博、秀明，我们也会帮你看着。不行，我还是出院好了。妈，你每次让我听你话，我都听了。我求求你听我的一句话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妈。傻孩子，你不明白，妈要照顾阿公跟你，如果妈开刀的话，就没有人照顾你们了。我不要妈妈照顾，我要照顾你。你就签字吧。你忍心看着秀明这样吗？我就是不忍心，所以我必须出院了。妈，如果你不开刀的话，我也不开刀了。我求求你快点好起来吧！我已经没有爸爸了，我已经没有妈妈的话，我也很惨的。我和阿公很需要你啊，妈。好，妈开刀，妈听你的话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医院呢，胡医生？我没叫错啊，刚才送月萍进医院的时候，你自己向医护人员承认的。当时的情况危急了。对啊，情急的时候通常会流露真情。你那么关心病人，这是医生本色。你也一样关心他们呢。不一样，
你关心他们，可是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，而我呢，一紧张起来就乱了手脚，这就是医生和普通人的不同。你知道吗？刚才你为月平进行急救的时候，我好像又看到了当年我在医院遇到的圣诞老人。那只不过是很普通的急救常识。你不愿意承认也没关系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自己也是病人，所以我非常了解一个好医生的关心，对一个身心都痛苦的病人有多么重要。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好。我不知道你到底遇到什么挫折，但是如果你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，不妨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看自己。不论是大海、天颂、秀明还是月平，对他们来说，你就是他们的希望。你可以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但你不应该怀疑别人对你的信任。既然不能为自己而活下去，为什么不尝试为别人而活，找寻真正的生存意义呢？我害了一条人命。整天自责害了一条人命是没用的，自责最多毁了自己，一命偿一命。如果你真想补偿的话，就应该回去当医生。帮助一个人补偿不了，就帮助10个人；帮助10个人补偿不了，就帮助100个人；再补偿不了，就继续帮下去。用你自己的命换10条命、100条命，甚至1000条人命，总好过你一直在这里想着你害的那一条人命。那加油没有？ Thank you。你在想些什么？我想回去医院。真的？医院方面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跟外科部的徐主任提起过，他说只要你愿意的话，你随时都可以加入外科部的。我不想到外科部。那你想加入什么部门？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和大海、天颂、秀明他们相处，我觉得这些儿童病患比成人需要更多关心和照顾。对他们来说，一个好医生就是他们的希望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医生，不过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带给他们希望的。只要你愿意回医院，你做出的任何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我不要打针！你不要这样啊，打针不痛的。我不要，我要妈妈。你乖啊，男孩子应该勇敢一点。我不要打针，很痛的。打针真的是很痛吗？是你啊？你回来医院了？那胡医生向你保证，打针一点都不痛。谁是胡医生？我就是胡医生啊。你骗人，打针怎么会不痛呢？那胡医生现在就给静豪姐姐打针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原来打针一点都不痛。给我打针？怎么，你也怕打针啊？姐姐说打针不痛的，原来是骗人。姐姐没有骗你，现在就打针给你看喽。
准备好了没有？你真的是胆小鬼啊！你叫谁胆小鬼啊？给你打已经很好了，不如我帮你打针啊，看你怕不怕？已经打好了。姐姐打这一点也不痛吗？姐姐一边打针还可以骂人，又怎么会痛呢？你该相信我了吧？姐姐是女生，她都不怕，你是男孩子，难道你的胆子比姐姐还小啊？我才不像姐姐是胆小鬼。胡医生，你现在就帮我打针。乖。什么馊主意嘛！竟然拿我当炮灰！小病人所需要的就是信心。你这个社工会不了解吧？要不是刚才你以身作则，小病人怎么可以乖乖给我打针呢？你看什么14年前的圣诞老人终于回来了。一鸣，静豪，一起去吃午餐吧。哦，不了，我还有一些小孩要看。同事们呢是想请你吃饭嘛，因为你今天第一天上班。对啊，大家善意圈圈，你不会不赏脸吧？不用劳师动众了。其实这不单单是个欢迎会，还是个慰劳会呢。慰劳谁啊？唐医生呢？大家说多亏了他，才让鼎鼎有名的胡医生到这里服务。你说该不该慰劳啊？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再说下去啊，午餐时间都快过了。哎，静豪，我们一起去吃吧。不了，我约了 Kid。哦，那下次怎么样？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吗？你不会把自己给累坏了？喂，好消息！什么消息那么好？秀明的援助申请已经被批准了。真的？我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月平了。那就好了。这样月平可以安心接受治疗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啦。什么没事？看你心里的心事啊，都写在脸上了。你少自作聪明了。你别死撑了，你以为我还不够了解你吗？你呀，一定是为了你那个圣诞老人。都已经是10多年前的陈年往事了，你做了这么久的梦，也应该清醒了。何况现在圣诞老人旁边有一个圣诞老婆婆，圣诞礼物也可能没有你的份了。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算没有圣诞老人，你也不用太伤心，因为你还有多一个圣诞小精灵，他一直默默耕耘，爱护你，关心你。我知道圣诞小精灵就是你吗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我啊，最多只是圣诞麋鹿。对呀，多管闲事，圣诞麋鹿。我是认真的，圣诞小精灵对你一片深情，他人很好，而且有正义感，还有爱心。他 OK， 你以为你是黄师傅卖膏药啊？喂，把圣诞小精灵说的那么好，那为什么圣诞麋鹿自己不要呢？如果他肯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啊。哎呀，一点都不害臊。看来圣诞麋鹿失村了。是，看我的鹿角怎么撞死你！麋鹿爸爸，你还敢想？小精灵和麋鹿很配嘛？慢慢喝，小心呛到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你找我，不是为了谈儿童举行野餐的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可以让那些儿童过一个很难忘、很开心的野餐会。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只顾着别人的事，就不会为你自己多想想，烂好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跟你说的是静豪的事。静豪什么事？你也知道了，最近静豪为了那个胡须老的事，整天情绪都非常低落。那我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要我连上胡须、扮胡须老去哄他开心吗？你怎么这么笨的啊？我是教你趁虚而入。不明白。女孩子在这个时候是最脆弱的，你可以约她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什么都行，总是花时间陪她，让她知道你关心她、在乎她，然后借这个机会向她示爱。示爱？怎么样示爱？教我啊。
示爱最重要的是诚意，你要让女孩子 feel 到你的诚意。来，把手给我。你就这样跟她说，一直以来，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你，就算是站在你的身边，那种距离，也好像是108000里一样。我不介意你心里没有我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愿意分享你的快乐和悲伤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这样了，就这样。不过你刚才好像没有说到我喜欢你。有些事情不用说的那么清楚的。你可不可以说多一次啊？我记不起来。你不用死背，自然就好了。那种距离就好像108000里，108000里。静豪，我知道你最近很不开心，所以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说啊。你干嘛啦？静豪，你听我说，一直以来，我都在远远地看着你，不管在我身边，你身边，我都会一直支持你。然后，静豪，我还没说完呢，静豪。不用说了，这些话肯定是 Kid 教你的。就算是 Kid 教我的，可是他说出我的心声啊，难道你 feel 不到吗？好，我问你，你 feel 得到吗 ？feel 到什么 ？Kid 为什么常常那么热心帮你？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。那你常常热心帮我，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希望你不要忘记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默默地支持你、爱护你啊。你是说我和 Kid？ 不可能吧？我们好像都没有 feel 啊。你敢说你对 Kid 一点 feel 都没有？这个。你站在这里慢慢想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静豪，静豪。不会吧？怎么了？又失败了？算了，1次不行就2次，2次不行就3次啊。难怪你会失败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，静豪喜欢的是向日葵，你干嘛买郁金香？郁金香是我喜欢的啊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送？这花不是送给静豪的。不是送给静豪，难道是送给？其实，我也是很喜欢郁金香的。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就这样啊？啊，不然怎么样？当然是要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啊。哦。哎，你现在去哪里啊？我去买戏票，还有定位吃饭啊。不用现在去的。那几时去啊？等我下班，我们一起去。好，好，下班后大家一起去好。
好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刚才我带他去打生长激素，他一直不放心你，一定要来接你。傻孩子，妈只是做了化疗，没事的。刘太太，通常做了化疗之后，一般上的抵抗力会比较弱，还有情绪比较容易波动，所以你尽量多休息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还有不要太操劳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妈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叫邻居帮我们看住阿公了。家里的地我都扫了，厨房也抹了，衣服也洗了。你回家可以好好休息了。那晚饭呢？晚饭当然由我来做啦。哇，现在秀明变成万能小铁人了。那当然。啊。小心点。妈，吃饭啦！我来扶你。来，我没胃口。你整天都不吃东西，吃一点啦。太油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忘记你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没胃口。不如喝点汤吧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只是刚才我煎午餐肉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。下次小心点。知道啦。没事。妈妈，你不用收拾了，让我来收拾吧。你先休息，等一下我喂你吃药。你放学了？啊，妈。哎，让我来扶你吧。手上拿着什么？没什么。给妈妈看看。妈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啦。拿给妈看。你怎么考这种成绩啊？妈，你不要生气啊！你说啊，你怎么会考得这么差？你说话，你说啊！是不是你贪玩？是不是你贪玩？你不读书，所以你才考这种成绩？你不说，妈就打你了。好，妈打你，妈现在就打你，妈打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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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打你，打你，打到你说说啊！我说不说？说！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出去！妈不要再看到你了。妈，你不要生气嘛。
会怎么回事了？我怎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？钱罐和贴纸了吧？拿到了。希望大家尽力筹款，还有千万要记得，钱罐里的善款对需要帮助的人非常重要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看着钱罐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去买水喝，你等我吧。啊好。喂，我要多点冰啊。喂，哦，妈，你要买东西啊？没有，我现在收齐。好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刚才我肚子痛，上一下厕所。那，谢谢。钱罐呢？哦，糟了，我想留在厕所里面。还不快去找哦！糟了，不见了！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不见了！我从厕所出来后，钱罐就不见了。那么大一个钱罐，会那么容易不见的吗？不见就不见嘛，有什么大不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钱罐里的钱可是善款啊！这应该够了吧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不见了钱罐是要向警方报失的？那你报警，跟他们说我把钱罐偷走了。汤永俊，汤永俊，岂有此理！那么嚣张！青豪姐，你不会真的要去报警吧？你不用替他求情的。其实，上厕所弄不见钱罐的是我，我怕被罚。永俊，他是在帮我。林小姐，怎么是你啊？安琪你好，我是来找永俊的，他在吗？哦，他在啊，你请进来。谢谢。随便坐啊，谢谢。哎，永俊，林小姐来找你了。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刚才你掉的钱，我是拿来还给你的。钱罐的事，是我弄错了。怎么不谢谢人家呢？谢谢，我还有功课要做，我先回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孩子的脾气有点孤僻，你不要见怪。
其实父母除了关心孩子的功课之外，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沟通。怎么说呢？我遇过一个女孩子，她妈妈不大管她，后来发现女儿抽烟，才开始紧张。那后来呢？女儿开始受不了，就跟妈妈吵架。妈妈哭着对女儿说，不想看到女儿变坏，甚至被骗上床，搞得堕胎。你猜，女儿怎么回答妈妈？她说：“妈，你担心什么？你担心的是，我全都做过了。还好我家永俊是个男孩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早了，我看我先走吧。那我送你。静豪，唐医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啊，永俊掉了钱，林小姐是来还钱的。怎么你们认识啊？当然啦，我们是医院的同事。原来永俊是你堂弟啊。嗯。哎，既然你来了，不如留下来一起吃饭吧。哎，是啊。不了，我已经答应我宝贝阿嬷回家吃饭的，下次吧。那好，下次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再见。文蔚，你跟林小姐很熟啊？我们经常在医院接触，她的人很好，很热心的。她跟她阿嬷很亲吗？当然亲啦，她从小就跟阿妈相依为命的。阿婶，我先回房啦。哇，大清早有什么好料啊？小心烫手啊！人家闻到香味忍不住吗？哎，这个是等一下要送给天颂喝的红枣花生排骨汤，没你的份。阿嬷偏心。好啦，等一下给你一碗了啊！就知道阿嬷最疼我。哎呦，你看一副长不大的样子，人家品德跟阿 K 都已经在一起了，什么时候呢？哎呀，你才会有人要啊！哎呀，没关系啦，阿嬷要我啊，而且我谁都不要。那我们婆孙俩相依为命，永远不分开。哎呦，肉麻当有趣呀！哎，来，那给你一点点，你试试看味道怎么样啊？不用试，一定一级棒。哇，你呀，在卖广告啊你？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好喝。那当然。那我帮你啊。来。要说我不同天颂。阿嬷静好姐姐。天颂真的可以开口讲话啦！哎呀，真的是太好了！阿嬷炖了好汤给你喝哦。谢谢阿嬷。哇，这么热闹啊！怎么来了？为好消息而宣布，刚才我问过医生，他说天颂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爸，我可以回家了。那我回家以后可以学习弹钢琴了。当然可以了，你喜欢怎么弹就怎么弹，从早弹到晚也无所谓。好啊。什么好啊？你呀，从早弹到晚，那我们就惨了。邻居不是要被你的钢琴声吵到都不用睡觉啦？哎，试试看吧，炖很久了。好喝好喝。阿姨，你再鞠躬下去啊，我就走了。天颂住院那么久啊，我还是第一次来看他。这些呢，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。最重要就是天颂能够赶快好起来。你们两夫妻到底是怎么了？一看到我就鞠躬个不停，不要那么客气啦。天颂，怎么样？你好点了吗？
好多了。妈妈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太好了，你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吃水果了。哎，安琪，林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啊？我们是邻居，我跟阿嬷来看天颂的。这么巧？那你阿妈呢？哦，她上了厕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久。哦，哎呀，阿嬷，怎么上老半天啊？哎呀，人老了嘛，肠胃就不好，老是想跑厕所。这位就是我阿嬷，阿嬷，这位就是唐医生的二婶了。我们走。阿嬷，我叫你走啊！去哪里啊？你走是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。阿嬷，阿嬷，你怎么越叫越走啊？我又不是狗，你叫我就得停吗？为什么这样对人家？她是唐医生的二婶啊。她是谁的二婶，跟我无关呐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干嘛这样？什么这样那样的？我对谁都是一个样的。你回去上班吧，我走了。阿嬷，阿嬷，你阿嬷她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我阿嬷今天有点怪，可是她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是吗？你一直跟你阿嬷住，那你的父母呢？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。安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得回去工作了。来了，是你。哎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跟你这样的贱女人，我没什么话好说的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只是想要你告诉我，静豪她就是我的女儿，她就是小培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小培死了。不，你说谎，小培根本就没有死，静豪她就是小培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呢？你还有脸来怪我拆散你们？当年是谁抛弃丈夫、女儿，跟了另外一个男人跑了？是你，是你这个贱女人！是你害死我的儿子，是你害得静豪变成没有爸没有妈的孤儿。静豪她不是孤儿，我就是她的妈妈。如果静豪知道她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妈，她会不会原谅你？她会不会认回你？她是不会要你这样不要脸的妈。你走吧。原谅我的，静豪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云静的天空像美丽的图画，我睁大眼睛去寻找一颗心。动人的旋律，无界限的空间，宇宙中最亮的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，童话的梦会成真，请不要再犹豫。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曙光你就回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守护星，未来
新传媒电视第8播的。